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赖清德像希特勒纳粹这件事情，朱立伦讲的100%正确。可悲的就是连朱立伦都可以碾压你赖清德一头所以如果真的当时让民进党操作成功真的就变成独裁戒严了。他们只是漂亮的那个角色，八炯跟闽南唱双簧，演黑白脸，然后等到大家开始入戏了，他们要赚流量了，赚抖内了，然后突然就说我们在玩你们，各位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而纳粹言论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3月10日，他在私下用赖对我说：“我最近在研究纳粹。”他说：“干，嘿，我最近在研究纳粹啊，因为纳粹是反共产的。我在想他们是怎么样利用大家的反共产跟犹太情绪。我们学了一下，以后演讲都会搞这招。现在德国又崛起了什么另类选择党，感觉要把某些群体变成犹太人，然后煽动。我们还要发明新的手势。我们到时候把这些找我们借钱的推出去当炮灰。剧情如果要编的话，这也编得太复杂了。因为如果一般要编的话，它应该会很简单。”可是它内容很复杂，复杂在那里什么新手势啊、情绪演讲搞这招啊，八炯搞这招有成功吗？所以当时我认为这个内容是有一定的可参考性，然后他还到处放贷，所以这里面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去看怎么操控群众情绪，我们要学一下，以后演讲都要搞这招，还说要找一个群体变成犹太人，然后煽动，就是指要迫害他，所以他们最后找到的陆配。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拿陆配村长出来说，我痛骂八炯跟米兰达是下流仔。你们为了要煽动情绪，你干这种事情，你米兰达到现在还不知反省，米兰达你真没救了。我告诉你，你真没救。还要发明新的手势。当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甚至顺着陪他聊，但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真的这么做了。4月2日，他把419凯道的标志发给我，他问我：“你知道这老鹰代表啥吗？”我说：“鹰派。”他就亲口说：“错，这是纳粹的老鹰。”不要说出去知你知我知就好哦。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让子弹再飞一下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呢，就在4月22号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老鹰，我就觉得是纳粹了，所以第一时间呢，我就把它跳出来质疑了。只是我那时候没有把它写成文章，因为太忙了没想到彭批竟然记得这件事。我们说好了啦，419的时候怎么不谴责上台发言鼓动？人家历史哥点出你们纳粹符号的时候还群起攻之，现在变成圣人党了，真当大家都是金鱼脑啊！我4月22的直播我就说了，4月19号给你一个，哎呀，不要乱用啊，不是把鸟头撇过去就可以的呢，很危险呢。纳粹最喜欢红黑配色呢，纳粹起来，红黑配色配上帝国鹰 ，Oh my god， 您确定吗？谁是纳粹啊？妈的，竟然不要脸脏东西，什么时候出来道歉？你闽南人会道歉吗？不会道歉的，所以他根本没有真心悔改嘛。如果今天真的知道纳粹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们4月19办完活动，4月20号当天我就把纳粹的图志调出来给他看，说你这个有纳粹的风险，很危险呐，还叮嘱我不要说出去，你知我知就好。那你为什么当时我讲出来，你为什么不来道歉？然后把类似纳粹的标志图发给我。4月7日，他甚至说要为我成立纳粹冲锋队，还设计服装给花莲团队35个人传到街上，还说培养一下，到第3阶段就可以发起革命了。4月19日，凯道那天，我看着5.5万人聚集的现场，心里却很沉，因为我发现这条路已经偏离了我们原本要走的方向。419青鸟大集会，他觉得偏离的方向，却没有站出来指正。到了今天4月19号到8月4号，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面，那你在做什么？纳粹这个旗帜跟这个标志，在全世界上都是巨大的禁忌，不是说你想用就可以用的哦。如果你今天是在搞事的话，你一定会出事。可是，在台湾竟然可以这样子堂而皇之的使用，切的有够彻底啊！所以我说他从腰子以下全部切除了。大家再去挖是什么样的纳粹，挖呀挖呀挖，不是八炯的纳粹呀，在绿营里呀。最后看到的是赖清德，哎呀，赖清德公开演讲，称赞419好棒棒啊，自证纳粹好棒棒啊，我的天哪，八炯不是炸裂了，是超级炸裂，连青鸟头都赔进去了。原本只是青鸟啊，现在原来是赖清德养的纳粹的鸟，简称青鸟，或者叫青翠鸟，难怪叫做赖特勒。所以谁还要再给我跳出来说，哎呀，不要把人家不当连结说人家是纳粹啦，在台湾的政治评论里面不应该用纳粹去给人家污蔑啊。我们没有连结，是他们自己公布的，是他们自己说的。今天你们没有自己内斗，我会知道吗？各种压消息啊。对，你知道闽南人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很恐怖他们要搞纳粹冲锋队，他们发明的背心，他们要找一些给他们借钱的穷鬼去充当炮
炮灰，他们要在街头搞事。当年纳粹冲锋队、街头党卫队找了一大堆贫穷的人在街头做spy监控老百姓，他做的每件事情，他真的是认真参考纳粹的做法。那如果今天没有窝里反，今天726没有大罢免、大溃散、大罢免、大失败，下一步会不会就是对国会纵火呢？会不会就是收逮在野党呢？在下一步会不会街头暗杀在野党领袖呢？国会纵火案、水晶之夜、长刀之夜，步步进逼。希特勒可没有修宪啊，他没有修宪就成为无可置疑实质上的皇帝啊。刚才闽南郎在说的，在做的不就是这些事情吗？八九不是想干这些事情吗？然后赖清德一天到晚想搞什么戒严、独裁、打掉杂质，想要清洗老百姓，把杂质给打掉，先把台湾人标定成其余人口。哪件事情不是符合赖清德的历史进程呢？而八九受谁直接操作呢？受曹兴诚跟黑熊沈伯洋，每一件事情全部都圆上了。今天一个接着一个阴谋的暴露，全部验证我们之前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打掉杂质是纳粹里面的用法，他们认为人口必须是纯净的。纳粹德国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找了一大堆年轻的女性，大多数是处女，家世清白，白白的，金发碧眼的，然后找了一批优秀的德国军官，一样金发碧眼的，把这些女孩呢先养在一个园区里面，每天吃好穿好，吃暖暖送暖，让他们体态维持的优雅，给予他们充分的营养，然后让这些德国军官呢来跟他们交配。当他们交配之后，德国军官离开，生下的孩子由国家来接管，打掉杂质，进行日耳曼人的纯血计划，这就叫打掉杂质。更让人作呕的是，当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表了一篇长文批评赖清德像希特勒纳粹他说仇恨是民主最可怕的腐蚀剂。当一个社会呢将异议者贴上标签，清除所谓的杂音的时候，若不及时警醒呢，我们会失去的不仅是几个人的声音，是整个社会的自由民主的核心。他们的目的不是警示，而是斗争；不是反省，而是煽动。这种操弄是对民主最恶毒的模仿，也是对历史上受难者最大的亵渎。我跟朱立伦主席连结并不深，甚至有一些意见相左的地方，我对他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少过。但是我必须说，这件事情朱立伦讲的100%正确。可悲的就是连朱立伦都可以碾压你赖清德一头所以如果真的当时让民进党操作成功真的就变成纳粹独裁戒严了。当朱立伦发表了这样的言论的时候，德国在台协会当时严厉批判的朱立伦，深深的失望和关心。我们记下国民党主席朱瑞克先生最近发表的言论，企图从对纳粹政权的罪行，或者1933到1945年德国发展的罪行暴行，而对台湾的局势深感不安，指名道姓的骂朱立伦，就是德国在台协会的发文。结果呢，到了今天大家都跑去问说，德国在台协会是不是该出来批判八炯啦？是不是结果大家呢看老半天，第一开始什么都找不到，空空如也。终于死憋活来憋到今天柏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纳粹党期间造成欧洲数百万民众生命受到威胁、迫害与被谋杀。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罪行。本会所谴责与纳粹手势符号使用标志任何崇拜、赞美与淡化纳粹说法的行为。哇，对朱立伦叫指名道姓的批判，对于八炯不敢提名，也不敢说谁，什么都不回答，你们好意思吗？德国在台协会竟然沦为堂堂八炯的侧翼骂朱立伦指名道姓的骂，对国民党指名道姓的骂。你德国在台协会是绿营的侧翼吗？你是绿营的狗吗？你是绿营的太监吗？丢死人了，演都不演，就哪怕演一下也不要。你是受到民进党政府收了多少钱更厉害是什么？以色列在台协会甚至干脆就索性躲起来了，一个字都不发，完全装作没这档事，装作没看见。一个八炯闽南郎事件真是揭破了有够多的真相绿色网红八炯被他的同伙歌手闽南郎爆料，也就是八炯是个纳粹手法的分子我一开始相当怀疑这件事情是不是又他们在自导自演因为他们做这种事情也没有少过了。那如果他要这样子唬弄全台湾的人民去做这个造假那他的身败名裂真的会比现在更严重。早上我看八炯也做了一个回应这是媒体的报道自称反共网红的闽南郎陈柏元透过影片向过去战友八炯走向极端操弄民众情绪，模仿纳
纳粹煽动民意。昨天在影片揭露八九曾私下传赖讯息，表示正在研究纳粹怎么操控群众情绪，想革命岛一群变成犹太人甚至发起煽动米纳朗自己说他原本一心一意相信这个八九但发现八九越来越极端，纳粹言论是压垮他的追根稻草，强调影片不是私人音乐，而是一场出于信仰的告白。如果继续沉默，就是帮凶坦白讲，在评论这个所谓的八炯跟闽南郎之前我说实话，我觉得他们是相当的不入流，所以其实我本来是很懒得提他们这两个，但是其实阿修也曾经提醒我，这些人就是负面流量的保证，所以有时候你还不得不提一下，否则这些人其实我必须严格来讲，原本是不值得我们讨论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反反复复，就是这两个人本来就是因为是利益，而不是所谓的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这种是利益集合体，是很容易翻脸的。你就看闽南人指责什么好康的都叫你提起我什么都没分到对于八炯这件事情，我说实话，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心，用吃瓜的观众看看就好他们到底是会不会突然有一天他讲说我们故意演这场戏啦，引诱阿修啦，这些男的都跳进来骂我们，其实我们是又演一场戏啦，对，这种几率极大。虽然他们不入流，可是今天如果八炯已经被闽南郎指控他就是八炯，而八炯又自己说他自己就是纳粹的时候，民进党的政府还有我们的所谓的以色列的驻台代表，请你们勇敢的跳出来指责一下好不好？否则我瞧不起你们不就是双重标准吗？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会不会他们又在唱双簧演黑白脸，然后等到大家开始入戏了，他们要赚流量了，赚抖内了，然后突然就说我们在玩你们。各位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因为他们只是跳梁的那个角色。对这件事情我深有警惕，我是担心说他是不是又在那边玩弄操纵群众。不过依照目前现在整个社群的回应强度，如果他要跳出来说这是假的，我不是在诓人的，我跟大家讲他绝对会现场炸裂。但是如果他真的玩这种放羊的孩子的玩法，对，那他这个炸裂的程度呢，我看是完全没有办法停止的，很难以回收的。因为我老实讲，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我也觉得怪怪的，因为虽然这个，所以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毫无诚信、毫无可信任值的一个表现嘛。今天不管八炯跳房或闽南人跳房，没有人要相信他们，但是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所以我并没有跟这个风，我只是说再看下去